一座隐藏在地下的城市，一个人类凿刻出的地下奇迹。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1963年，在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地区，一位叫德米尔的农民注意到他养的鸡群总是神秘地消失在一个地下室的裂缝中。为了追寻这些家禽的去向呢，他用大锤砸开了地下室的一堵墙。随着碎石的落下，出现了一个深邃、漆黑的洞口，一股凉爽而古老的空气从洞中弥漫了出来。这是一条通往庞大隧道系统的黑暗通道。穿过这个通道呢，人们发现呢，这里是一座保存千年的地下城市。这座隐秘的地下古城就是德林库优。它分有许多层，单是最上层的面积呢就有4平方公里，上面的5层空间加起来可以容纳1万人。那么这座地下城是谁建的？做什么用的呢？是躲避天灾还是躲避外敌的入侵呢？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地区是一个火山岩的高原，面积大约4000平方公里。它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东南300公里的地方。在远古时代，卡帕多西亚曾有5座火山大喷发，这个熔岩流淌，堆成了这一片高原。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壮观的景象啊，就是数百座的金字塔形状的小山，高度从几十米到100多米不等。这是由于沉积岩被侵蚀后形成的。正是这些火山堆积物形成的较软的岩石啊，才能够比较容易的开凿成隧道和各种地下的设施。另外呢，从地质学角度来看，这里的地层底下呢有很多的溶洞。那么人们只要有这个黑曜岩，就是一种火石，地基呢这些就被容易轻易的凿空。而火石呢在这一个地带呢是很常见的，这也是地下城建造者们选择在这里开凿地下空间的原因，因为人们只花了10几年的或者几十年的功夫呢，就能把这个地基给掏空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座叫德林库优的地下城呢，是非常巨大，它呢无所不包，在纵横交错的隧道两旁呢，有像蚂蚁的巢穴一样排列着许多的大大小小的空间。在它的第1层是住房、马厩、酒窖、厨房和餐厅等等。那么第2层呢，有包含这个拱形屋顶的教堂。第3层、第4层有洗礼堂、学校、军械库等等。第5层呢，有十字形的教堂和储水池。总之呢，这个地下城呢，这个结构呢非常巧妙它有1200多个房间，是由隧道和这个梯步连接起来的。有的地方只能猫腰行走。而地下城入口呢，分布在地面的不同地方，有50多个通风井连接地面。最深的通风井呢，深达85米，这样里面的空气就可以流通。地下城还有一条地下河，可以保证饮用水的输送。地下城的墙面上甚至还有小孔，可以相互之间通话，所以当时的居民在地下城也可以继续正常的生活。然后呢，还有这个停尸房，可以存放尸体，直到地面安全以后呢，再运出去埋葬。整个地下城规划相当完整使居民的地下生活有足够的设施保障。在地下城的第3层还有一条5公里长的隧道通往邻近的另一个地下城，设计得非常周全，就是如何跑路都可以想得到。最让人惊叹的还是它的防御系统，连接各层的狭窄通道口
都设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的石头门啊，如同磨盘一样。这些石门的直径大概有 1.5 米，厚度有50厘米，它的重量呢大概有半吨。它们呢只能从内部推动，一旦滚入这个预设的这个凹槽呢，就可以将这个通道彻底的封死。当时任何入侵的外敌呢，在这些巨石面前呢，都是束手无策。是谁最早在这里开始地下城的建造呢？因为无据可考，所以没法确定。科学家也无法用传统的测年法确定其开始建设的年代。最早提到地下建筑的书面记载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古希腊军事家、历史学家色诺芬写的《长征记》里面。他提到呢，安纳托利亚人居住在地下挖掘出来的房屋中，里面可以容纳整个家庭，包括他们的食物和牲畜。安纳托利亚人就是古代生活在土耳其本土的原住民群体。土耳其文化部门认为呢，德林库尤地下城最初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由弗里吉尼亚人建造的，而另一些考古学家就认为呢，这个应该更早由生活在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赫梯人建造的。因为在隧道里发现了一些与赫梯人相关的文物，而且呢，这个弗里吉尼亚人的历史中也记载了对赫梯人城市的破坏。在地下城的底层，人们还发现了闪米特时代的器物。闪米特人呢是一支古老的神权民族，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他们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它的都城呢叫哈图沙，离德林库尤地下城呢大约有300公里。闪米特人曾经一度占领了这个古老的皇城巴比伦。最初的时候呢，闪米特的国王被看成是神灵，他的地位呢大致相当于古埃及的法老，所以呢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些传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人们只要在地面修建坚固的城堡，就能够抵御敌人的侵袭了，根本没有必要在地下建立城市。所以呢，当时人们担心的不是地面上的敌人，而是可以飞行的敌人。闪米特人曾在他们的圣书科布拉纳克斯特中记载道，所罗门大帝曾经利用一支飞行器把这个地区搞得人心惶惶。所罗门大帝本人和他的儿子呢，以及所有他的这些人呢，都曾经乘坐过这些飞行器。阿拉伯历史学家呢，阿里·马斯乌迪也详细描述过这个飞行器。这种在当时的人类看来是怪物的飞行器，很可能使人们产生了恐惧，所以呢，他们才建造了地下城。当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躲进地下城躲避这种飞行器。在公元纪年以后呢，就有一些历史的资料可以了解地下城的用途了。据史料记载呢，在基督教早期，大约公元2到3世纪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新的基督教的信徒来到这个地方避难，他们开始扩建这个地下城。之后呢，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徒呢，就陆陆续续的来到这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卡巴多西亚就是因为它荒凉，人迹稀少不会引起外人的注意。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它的地质结构呢，也适合建造地下设施和地下空间。在公元600年到120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从罗马帝国东部分出来的拜占庭帝国，这是一个以土耳其为基地、说希腊语、奉行基督教的独特国家。当时呢，阿拉伯人也在扩大伊斯兰教的势力，用剑和可兰经呢建立强大的宗教国家。阿拉伯呢与拜占庭打的是你死我活，双方呢每占对方一个地方呢，就毁掉对方的宗教寺庙强迫占领区人民呢改信自己的宗教。那么卡巴多西亚地区呢，就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和
基督教的教徒和这个教士呢，纷纷来到这里避难。于是呢，这些人数啊越来越多，信徒日众，俨然成了一个圣地。这些人要讲学居住那么就要开凿更多的地下空间作为教堂、修道院和居所。在12世纪末呢和13世纪初这个拜占庭帝国被消灭了，这个穆斯林彻底统治了土耳其。那么面临杀身之祸的卡帕多西亚人呢就撤走了，逃到那些容许基督教存在的西方国家，或者改信了这个伊斯兰的教杂居到当地的村庄中。后来呢，在历史上多个时期这里又成为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避难所。比如13世纪中期呢，这个蒙古帝国西征，进入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就是土耳其的这个地方。他们击败了当时的这个罗姆苏丹国，就是塞尔柱土耳其。那么为了躲避蒙古人呢，很多当地人又躲进了卡帕多西亚地区的这个地下城。在1923年，土耳其和希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互换。那么居住在此地的这个卡帕多西亚的这些最后一批的基督徒他们也就是被迫背井离乡，迁往了希腊。那么基督徒呢，在土耳其呢就彻底的出去了没有再有这个原住民的基督徒了。这些地下城呢，最终也被弃用了，当地人呢也逐渐遗忘。直到1963年才又那位农民让他重见天日恢复了历史的记忆。德林库尤地下城呢，不是唯一的一座地下城。事实上呢，在卡帕多西亚地区呢，还有很多的地下城德林库尤呢，可能也不是最大的一个。最大的地下城是奥兹科纳克地下城，据说可以容纳6万人，也是由一位农民在1972年发现的。它的深度呢为40米，大概有10层根据考古学家的统计呢，卡帕多西亚地区至少已经发现了200多个地下城都是有2层以上的结构其中40多个呢具有3层3层以上的和3层以上的这个结构。目前开放的有6个。为什么土耳其有这么多的大型的地下城市呢？因为这里呢所在的这个安纳托利亚半岛是连接欧洲、亚洲和中东的这个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这里也是连接这个巴尔干、高加索、中东、黑海和地中海的连接点。不管是古代的军队、商队还是宗教与帝国的扩张，这里都是这个必经之路。几千年来，这里轮番被赫梯、波斯、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塞尔柱、奥斯曼统治着。还有不同的宗教势力在这里长期的交汇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那么几乎每隔100年，战争呢就会在这里降临。所以呢，住在这里的人在几千年的这个动荡中，学会了这样一件事，就是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躲进地底下。那么地面呢并不安全，这就形成了这么多这个规模宏大的地下城。谢谢观看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请关注老张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